时隔4年，备受瞩目的科幻悬疑电影《魔女2》终于来了。在韩仅仅上映5天，就力压《奇异博士2》和《侏罗纪4》等一众好莱坞大片，一举拿下当周票房冠军。虽然续集讲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，但在魔女系列中却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。建议没看过第1部的可以先看我上一个作品。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，在一辆行驶的巴士上，一群学生正在为即将开始的毕业旅行庆祝。然而他们却不知道，一场灭顶之灾马上就要来临。当巴士行驶到一个岔路口时，突然偏离了原定路线，拐进一条偏僻的小路上。等车子停下后，坐在前面的向导们戴上了防毒面具，将几枚烟雾弹丢进了车厢，顿时烟雾里车厢四起，学生们很快就被一一制服。几个小时后，电视里播出了巴士不幸坠崖的新闻，而在所有遇难者中，有一个女孩却被提前带下了车，她就是歹徒这次劫持的真正目标，而劫持她的正是研究变种人的白氏姐妹。因为在女孩体内孕育着强大的魔女基因，通过这种基因，她们可以孵化出更多超人类的战争武器。一晃10几年过去了，初代魔女小允凭一己之力灭掉了组织的实验基地，白博士也因此命丧黄泉。而在接下来的短1年时间里，世界各地多个基因改造基地都遭到袭击，无数变种人被一个叫土偶的神秘组织屠杀。可就在济州岛的一处实验室里，一个女孩却意外的活了下来，她就是2代魔女小雅。这里偷偷告诉大家一个表情包的彩蛋，现在只要在评论区输入发送狗头加抱拳，就能解锁一个全新的表情，解锁的表情在最后。幸存下来的小雅满身血污的走在雪地上，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走出基地。当她穿过树林走到一条公路上时，一辆面包车突然从她身边疾驰而过，小雅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没想到面包车停下后竟又倒了回来，一个叼着烟卷的男人前后张望了一下后，便命人将小雅塞进了车里。原来这伙人是一群绑匪，他们正准备去活埋车里一个叫庆熙的女，没想到半路上突然冒出来一个女孩，为了确保没有目击者发现，他们当即决定将小雅一起埋掉。然而对于小雅来说，活埋并没什么，可绑匪们不该在她身上动手动脚，结果这下彻底激怒了小雅，车上的肛门瞬间像纸片一样飞了出去，公路上哀嚎声不绝于耳。在强力的冲击之下，车子最终一头扎进了树林里。就在小雅打算解决掉最后一个绑匪时，从昏迷中醒来的庆熙阻止了她。虽然出于善意制止了杀戮，但亲眼目睹了车上那恐怖一幕后，庆熙根本不敢直视眼前这个女孩，他决定尽快逃离这里。可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警笛声，这让庆熙的心再次动摇了，毕竟是这个女孩出手，自己才活了下来。为了报救命之恩，庆熙转头带着小雅一同逃离了现场。可由于体力消耗过度，小雅一头昏倒在了地上，很快她就被送到了一家诊所。给她手术的大叔是庆熙的朋友老金。老金从小雅身上陆续取下了数十枚弹头。虽然老金是一名兽医，但他从没见过如此骨骼怪异的生物。可当他转头去喝口酒时，眼前的一幕差点惊掉了他的下巴，女孩的伤口竟然全部愈合了。难道是假酒喝多了吗？第2天，老金就把这奇怪的事告诉了庆熙，他提醒庆熙最好不要再管这个女孩了。可是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小雅，庆熙却不忍心将她丢下。他驾车带着小雅回到了自家的农场。虽然弟弟大吉对此很不情愿，但庆熙还是决定让小雅在家里慢慢养伤，还把自己的睡衣送给小雅穿。看着眼前如此贴心善良的姐姐，小雅的心里第一次涌上了一股暖流。然而危险很快就降临了。绑架庆熙的黑帮老大阿龙得知自己的小弟都挂了，于是带着人深夜找上了门。原来阿龙曾是庆熙父亲的一个手下，为了谋取私利，他设计害死了庆熙的父亲，如今更是想要将庆家的农场也据为己有。为了守住自家的祖产，庆熙宁死不从。可他根本就不是阿龙的对手，很快就被混混们给制服了。大吉冲出来想救姐姐，瞬间就被揍成了猪头。就在这时，小雅突然出现在了房顶上，然后一言不发地跳了下来，吓得众人连连抱头。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，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噩梦。소코스야?